大家好，我是张医师，在基层医院干了整整40年。今天想跟大家聊聊黑豆这事儿。上个星期，72岁的张大娘拎着一袋黑豆走进诊室，眼睛里全是困惑。她说：“张医生啊，我听人讲黑豆好，就天天煮着吃，都吃了1年多，怎么膝盖还是疼，血压也没见降下来？”我接过袋子看了看，又仔细问了她的吃法，心里一下就明白了。大娘啊，您这1年其实只吃到了黑豆30%的营养，剩下70%都白白倒进下水道了。她一听，眼睛瞪得老大。我在基层医院工作40年，见过太多这样的事儿。好东西吃错了，不仅白费力气，有时候还适得其反。黑豆就像一座埋在地下的宝库，您要是只随便挖2下，只能捡到点表面的土，真正的宝贝根本碰不到。今天我就把这40年摸索出来的经验，实实在在告诉大家。从怎么吃才能让营养翻倍，到怎么用黑豆真正养好肾，再到每天到底吃多少最合适，还有3种人千万不能随便吃。去年夏天，有个姓王的大哥来找我，他媳妇天天给他炖黑豆汤，喝了3个月，感觉身体有变化，就是说不清哪里变了。我给他做了全面检查，结果连我都有点意外，他的血脂下来了，骨密度比3个月前高了不少，连脸上的气色都好了许多。这就是黑豆的厉害，它不是吃一次就见效的东西，而是慢慢从里到外把身体调理好。黑豆看着个头小，里面装的东西可真不少。100克黑豆里有36克蛋白质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普通人一天需要60到70克蛋白质，吃100克黑豆就完成了一大半任务。而且这些蛋白质质量高，里面有8种人体自己造不出来的氨基酸，必须从食物里获取。我见过一个50多岁的木匠老陈，常年干重活，腰酸腿疼是家常便饭。他老婆每天早上给他煮黑豆加大米的粥，很简单，吃了大半年，老陈跟我说腰不那么酸了，干活也有劲了。这就是蛋白质在起作用，它像盖房子的砖瓦，把身体每一个细胞都修补好。除了蛋白质，黑豆里的矿物质也很丰富，钙有224毫克，铁有7毫克，钾更是高达1377毫克。这些数字听起来可能没感觉，但我告诉你它们有多重要。钙能让骨头硬朗，牙齿结实，上了年纪最怕骨质疏松，一摔就是大麻烦。铁能让血液有力气，很多人脸色发白，容易累，其实就是缺铁。钾对心脏特别好，能让心跳保持稳定，血压也不容易升高。我有个62岁的退休老师病人，血压一直在临界线上晃，他不太想吃药，后来听我的建议，每天吃点黑豆，坚持4个月，血压真的稳下来了。中医讲五色入五脏，黑色入肾，这不是迷信，是几千年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。肾在中医里是生命力的根，肾好了，腰不酸，腿不软，耳朵也听得清。我遇到过一个67岁的孙大爷，晚上起夜特别频繁，一夜要起来4、5次，睡不好，白天没精神。他儿子听人说黑豆补肾，就每天早上给他煮黑豆核桃粥，吃了2个多月，起夜次数从4、5次降到1、2次，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。现代科学也证实，黑豆里的大豆异黄酮能调节激素水平，对肾脏功能有好处。人上了年纪最怕血管出问题，血脂高，胆固醇高，一不小心就是心梗脑梗。黑豆在这方面很有一套，它里面有不少膳食纤维，100克黑豆大概有10克。这些纤维进到肠道，像一把把小刷子，把多余的胆固醇一点点刷下来，带出体外。我见过一个48岁的张姐，做生意应酬多，大鱼大肉吃得多，体检发现胆固醇超标，她开始每天喝黑豆豆浆或者煮粥，半年后再体检，胆固醇降了不少。黑豆里还有不饱和脂肪酸，能让血液流动更顺畅，不容易形成血栓。经常吃黑豆的人，心血管病的风险能降低2、3成。这对中老年人来说，就是多活几年的保障。谁不想看起来年轻点呢？衰老是自然规律，咱们能做的就是让它慢一点。黑豆的黑皮里有花青素，抗氧化能力特别强，是维生素 C 的20倍，维生素 E 的50倍。身体里每天会产生自由基，像小偷一样破坏细胞，让皮肤长皱纹，让器官功能下降。花青素就是抓小偷的警察，把坏东西消灭掉。我认识一个70岁的老太太，皮肤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得多，没什么深皱纹，气色也好。她从50岁开始每天喝黑豆豆浆，一喝就是20年。当然，效果不是1天2天看得出来，得长期坚持。但只要坚持，效果肯定看得见。便秘不是大病，但真难受起来谁知道？我有个65岁的李大爷，便秘困扰他好多年，吃过不少药，总是治标不治本。后来我建议他每天吃点黑豆，他就早上吃1小碗黑豆粥，
1个月下来排便规律多了，再也不用吃药了。黑豆里的膳食纤维不光降胆固醇，还能帮助肠道蠕动，让大便松软，体积变大，容易排出来，还给肠道里的好细菌当食物，肠道环境健康了，消化吸收也就好了。说完好处，咱们得说说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我做了这么多年医生，见过太多人因为不了解食物的另一面，反而吃出问题。黑豆虽然好，但不是人人都能随便吃的。黑豆里有很多膳食纤维，还有低聚糖，这些东西对肠胃有好处，但前提是你别一下子吃太多。如果肠胃本来就弱，或者有胃溃疡，经常消化不良，一次吃1大碗就等于给肠胃加了太重的负担。纤维太多会刺激胃黏膜，让胃酸分泌过多，你就会觉得胃疼、胃胀、反酸。低聚糖在肠道被细菌分解时会产生很多气体，肚子会胀，老想放屁。我见过一个年轻人，听说黑豆好，第一天晚上就煮1大碗吃，结果半夜肚子疼得睡不着，第二天来找我，一问就知道是吃多了。所以肠胃不好的朋友吃黑豆一定要少量开始，而且一定要煮烂煮透，别给肠胃添麻烦。黑豆里有一种叫胰蛋白酶抑制剂的东西，它会影响身体消化蛋白质。我遇到过一个小伙子在健身房练肌肉，听说黑豆蛋白质多，就每天吃很多，但肌肉就是不长。后来我告诉他，吃太多生的或者没煮透的黑豆，反而会影响蛋白质吸收。好在这个问题好解决，只要把黑豆煮熟煮透，至少煮30分钟以上，抑制剂就会被破坏掉。所以别偷懒，该煮的时间一定要够。过敏的情况虽然少见，但确实存在。我见过一个5岁的小男孩，妈妈第一次给他吃黑豆粥，吃了1碗，半小时后身上起了很多红疹子，又痒又难受，妈妈吓坏了，赶紧带他来医院。好在处理及时，没出大问题。过敏可能表现为皮肤痒、起红疹、嘴巴喉咙肿，严重的还可能呼吸困难。所以如果是第一次给孩子吃黑豆，或者你自己第一次吃，最好先少吃一点点，观察几个小时，看看有没有不舒服。如果有任何异常，马上停止，严重的话要去医院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打豆浆喝是我最推荐的方法，因为豆浆里的营养最容易被吸收。做法很简单，把黑豆提前用清水泡6到8个小时，让它喝饱水变得胖乎乎的，然后放进豆浆机，加适量的水，按下按钮就行。但有个小技巧，很多人不知道，泡黑豆的水千万别倒掉，用这个水来打豆浆，营养一点都不浪费。我建议打豆浆的时候可以加点料，比如加几颗红枣补气血，对女性特别好；加1小把枸杞对眼睛好，对肾也好；加1勺黑芝麻补肾效果更好。我有个45岁的女老师病人，每天早上喝黑豆红枣豆浆，坚持了1年，脸色红润了很多，气色特别好。但要记住，豆浆要现打现喝，别放太久，最好当天喝完。煮粥喝这个方法对肠胃特别友好，尤其适合老年人。黑豆洗干净，泡3到4个小时，大米也洗好，一起放锅里加足水，先大火烧开，然后转小火慢慢熬，至少熬40分钟到1个小时，熬到黑豆和米都开花了，粥变得黏糊糊的。这时候有个小诀窍，出锅前滴几滴香油，粥会变得又香又亮。我有个75岁的老病号，每天早上吃黑豆粥，风雨无阻，吃了10年，身体比同龄人好太多，腿脚利索，耳聪目明。炖肉吃这个吃法既补身体又好吃，我最推荐黑豆炖猪蹄或者黑豆炖排骨。黑豆提前泡好，猪蹄或排骨洗干净，先焯水去腥。锅里放点油，下姜片、葱段爆香，然后把肉放进去翻炒，炒到表面微微发黄，接着倒入黑豆，加水没过食材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慢炖，1个半到2个小时，炖到筷子能轻松戳进肉里，黑豆也软烂了，汤变得浓白，这时候加盐调味就行。这道菜我特别推荐给女性朋友，猪蹄里的胶原蛋白加上黑豆的营养对皮肤特别好，但如果血脂高，记得把汤上面的油撇掉，别全喝进去。直接水煮是最简单的，但也最容易吃错。很多人以为洗干净煮20分钟就能吃，大错特错。黑豆必须煮透，至少煮30到40分钟，最好煮到1个小时。煮好以后别急着捞出来，让它在煮豆的水里再泡半小时，这样黑豆会更软更入味。煮的时候可以加点盐或者加点红糖，看个人口味。煮好的黑豆可以直接当零食吃，也可以拌沙拉或者拌在酸奶里。但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最好别这样吃，太硬嚼不动。黑豆发芽以后，维生素 C 的含量会大大增加，口感也更清爽。
做法是把黑豆泡大半天，然后放在能漏水的容器里，上面盖一块湿布，每天早晚各冲1次水，保持湿润就行。3到5天，嫩嫩的豆芽就长出来了，可以清炒，可以凉拌，特别好吃。但豆芽不要发太长，3到5厘米就够了，太长营养反而少。醋泡黑豆是个老传统，黑豆洗净晾干，放在没有油的锅里，小火慢炒，炒到豆皮裂开，闻到香味，然后放进干净的玻璃瓶里，倒上陈醋，没过黑豆，密封好，放在阴凉的地方，泡1到2周就能吃了。每天吃5到10颗，饭后吃能帮助消化。但胃酸多的人要少吃，别空腹吃。如果专门想补肾，我给大家准备了3个特别的方子。第一个是黑豆核桃猪腰汤，黑豆30克，核桃3个，猪腰1个，生姜几片。黑豆提前泡好，核桃砸开取仁，猪腰处理干净，把白色的筋膜去掉，切成薄片。先把黑豆、核桃仁和姜片放锅里煮半个小时，然后放猪腰片再煮10来分钟，猪腰卷起来就关火加盐调味。这个汤补肾效果特别好，对腰酸腿软、头晕耳鸣很有帮助。第二个是黑豆枸杞粥，黑豆30克，枸杞15克，大米50克。做法跟普通粥一样，快煮好的时候把洗干净的枸杞撒进去，再煮5到10分钟。这个粥特别温和，适合长期吃，补肝肾明目。第三个是黑豆黑芝麻糊，黑豆和黑芝麻比例1比1，都用小火炒熟，炒出香味，然后一起放进破壁机，加点冰糖，加温水打成细腻的糊。每天早上来1碗，香浓又滋补。黑豆可以天天吃吗？健康的成年人可以天天适量吃，但关键是适量2个字。每天吃30到50克干豆就够了，用手抓一小把，差不多就是这个量，可以分开吃。比如早上用30克黑豆打豆浆，或者晚上吃1碗加了30克黑豆的粥。对小孩子和肠胃弱的老年人，量要减半，每天15到30克就够了。而且最好从很少的量开始，比如10克，看看身体有没有不适，没问题再慢慢加量。什么时候吃最好？我的建议是早上吃最好，因为早上是身体吸收营养的黄金时间，但晚上吃也可以，只是别吃太多，别吃太饱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吃华法林这类抗凝血药，吃黑豆前最好问问医生，因为黑豆里有维生素 K， 可能会影响药效。总之，再好的食物也要适量，要均衡，不能指望吃一种东西就解决所有问题。养生是个细水长流的事儿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在结束之前，我还有5句话要特别叮嘱上了年纪的朋友。第一句话，一定要煮烂煮透。年纪大了，肠胃功能不如年轻时候，所以吃黑豆无论是煮是炖，都要多花点时间，把它做得烂烂的、软软的，宁可多煮半小时，也别图省事。半生不熟的黑豆不但难消化，还可能让您不舒服。第二句话，从小量开始。如果你以前不常吃黑豆，千万别着急，先从1小勺开始，比如在米粥里放10几克，让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，感觉舒服了，再慢慢加量。这就像爬山，一步一步往上走，别想着一下子冲到山顶。第三句话，要听身体的声音，吃了以后要留意自己的感觉，如果觉得胀气、反酸或者不消化，那就说明量可能多了，或者这种吃法不适合你，这时候要及时调整，别硬撑着。身体是最诚实的，他会用各种方式告诉你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。第4句话，坚持比吃多更重要。养生是个慢功夫，不是说你今天吃1大碗，明天就能立竿见影。与其一次吃很多，不如每天吃一点，细水长流，这样既安全效果还更好。第5句话，有病要问医生。如果你本身就有胃病、肾脏病或者其他慢性病，在吃黑豆之前最好问问你的医生，这不是多此一举，而是对自己负责。其实我想说的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道理，养生不在于吃多贵的东西，而在于日常的坚持。黑豆这么普通的食物，如果你能坚持吃，懂得怎么吃，它给你带来的好处可能比那些昂贵的保健品还多。我做了40年医生，见过太多人花大钱买各种保健品，但身体还是一堆毛病，也见过很多人就是吃些普通的食物，但因为吃对了，坚持了，反而活得健健康康。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，健康从来不是花钱就能买来的，它需要你每一天的用心。黑豆教会我们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一颗小小的黑豆，不起眼不昂贵，但只要你用对了方法坚持下去，它就能给你实实在在的回报。这不就是生活的道理吗？那些看起来平凡的东西往往最有力量，那些看起来简单的事儿往往最难坚持，但只要你坚持下来了，收获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如果你觉得有帮助，请点个赞，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
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吃法、你的心得、你的疑问，我会尽量回复大家。希望每个看到这个内容的朋友都能把黑豆吃对吃好，让它真正成为你健康路上的好帮手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家人平安。